喂，我是赵五六啊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？您是省厅来的邵同志吧？是啊。刚才跟您谈话的祝磊自杀了。什么？祝磊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说是自杀。现在公检法各部门的人都往看守所去呢。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要等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道。张一清啊，你不是已经活动了关系吗？哎，会不会是你的朋友？什么人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啊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这帮人就算是再贪，也是司法人员，犯法的事儿是一点都不敢碰的。那他写的材料呢？这是最麻烦的。本来答应我办这件事儿的人，一看祝磊死了，全都缩回去了。给我打完电话就关机了，还跟我说，最近凡是跟祝磊有过接触的人，恐怕这几天都不能回家了。老大，我听说了一件事，他在里边出事了，他自己。我比你了解他，是你对不起他。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把你拽出来，现在怎么会？你呀，真该好好的跟他学学。我一直都说呀，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，他是人品最好的一个。至于我，你就不用多操心了。其实我早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他是一个中年人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快的速度，连你们3个人都追不上呢？他是这么回事。站起来说。祝磊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，突然双手捂着胸口，说胸闷，整个人就往地上出溜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以前有没有心脏病啊？小张，快到医务室找医生。小刘，通知村长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评委会记啊。哎，做点心吧。怎么样？好点吧？快退！听到张管家喊的时候，我已经跑到医务室了。再追回来看祝磊，他已经爬到窗台，正在往下跳。祝磊跳楼的动作绝对不是想逃跑，他是头朝下把自己栽下去的。走，到下面看看去。我们赶到这的时候，医生也同时赶到，当时就确定已经死亡，可是我们还是送到了医院。这3楼怎么没有铁栏杆？这原来就没有，3楼关押的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犯人，一般的出入都有2个警察跟着。我们考虑的还是不够周到，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们马上亡羊补牢。尸检报告明天能出，但死亡的唯一原因已经确定，就是头部的撞击伤。我们所建所20几年以来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
刚才赵总队长也指出了我们的问题，我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。我请求领导给我处分。太沉重了。我们也是以了解情况为主，处分不处分我也做不了决定。这样吧，就这件事情的看法，你们大家每个人写一下自己的意见，现在就写。郭所长，你派个人把纸笔拿到这里来，就在这儿写。我这个人的工作方法有些格色啊，请大家能够理解。要不，郭所长，辛苦你一下，亲自去把纸笔拿到这儿来，好吧？你怎么看这件事儿？别跟黄大锤说，难受。这有什么难受的？你不认为祝磊是自杀的吗？从我和祝磊谈话的时候，他的情绪来判断，有自杀的可能。这本来就是我想打电话跟您要汇报的，可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。既然他早就想好了要自杀，为什么还要要求写交代材料呢？从常理上讲，死刑被判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也应该有了一定的惯性。处决的日子定下来，应该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。这个时候他突然要求写材料，那他是应该希望这个材料能起作用，能够延长他的生命，甚至能够改变判决。而他又突然自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什么玩意儿？看看你就知道了。石头是昨天晚上才挪到现在的位置上的，是谁给您的？有人偷偷夹在我的笔记本里，就在咱们开现场会之前。所以您刚才要求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写一份情况，就是为了带回去做笔迹鉴定，找出这个人。早就听有人反映，看守所里的情况比较复杂，甚至有人说，马上要公破的案子，嫌疑人突然改口方供，是他们看守所里的人给他们通风报信，串了供。可谋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3名司法人员串通一气，集体谋杀1名死刑犯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也不敢这么做。我也没说是谋杀，我只是觉得这里面有点蹊跷。就在今天上午，上面已经原则上同意了我们的请求。朱磊就是不死，星期5的处决也会延期。原以为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朱磊写的材料已经找到了，被封在2个大信封里，走完了正常手续，我们就能拿到了。鉴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性，以及可能涉及到的相关人员的级别比较高，我想上级会要求我们与相关的组织部门一起开封。我刚才就感觉你有话要说，现在就咱们俩了，你坐着说。我到看守所的时候，正好碰上了曹楠，就是探视记录上比我先见了祝磊的人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见过几次，都和老爷有关系。邵长水，你说曹楠跟老爷……哎，曹楠管老爷叫老叔，他说的他是祝磊的女朋友，未婚妻。我有个直觉，祝磊的死和这次见面有关。这个曹楠怎么能被批准探视呢？而且记录上写的是祝磊申请的。曹楠是以未婚妻的身份去探视的，
可是在这之前，1112的卷宗中，祝磊的亲属和关系人就没有曹楠。而且曹楠亲口跟我说，祝磊根本就不承认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。出事这么长时间，他是第一次去探视。越来越奇怪了，这个祝磊本身就是个谜。我跟曹楠的接触，我觉得他也很神秘，怪怪的。不管是在省城，在桃李根，他总是在最特别的时候出现，而且他跟老爷的关系很特别。劳东林呢？劳东林，哥，进来。笔迹鉴定做出来了，技术处的人说就是这个人。今天在现场，大家反映了很多情况，我们仔细分析了，还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，所以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今天我们说的所有情况都是真实的，祝磊的确是自杀的。领导单独把我叫到厅里来，恐怕不只是想再了解情况吧。对，我这有一个纸条，你帮我看看，是看守所哪位同志写的？是我写的。领导，我也是警校毕业的，刑侦课成绩也不错。今天赵总队说让所有人写一遍对这件事的认识，我就知道他要的是笔记。你比我反应快。那不可能，您能在厅里工作，那一定不简单。我只是个年轻警察，而且在看守所里，与我学的专业根本就不对口。好，请你根据你学过的专业告诉我，如果那块石头是昨天晚上才被搬到那儿的，那么石头底部的形态以及它和土壤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？我们检查过那块石头。距今天最近的一场雨是上星期2，可昨天才被搬过去的石头下面为什么会有泥呢？显然那块石头已经被放在那儿很久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如你，看来我是没有机会搞刑侦了。我撒谎。我之所以撒谎，是想你是有话想跟领导反映而没有机会。对，我是从农村考上警校的。我从小做梦都想当警察，可是我当上警察之后呢，现实与我想象的有很大差别，尤其是在看守所里，有很多管教只抽30块钱1包以上的烟。你相信他们都是靠工资买的吗？我不信，靠工资他们买得起。我也挣工资，但我买不起。当然，这与祝磊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也不是我今天想要说的。星期6前天，我一个朋友拉我去喝茶，我从来没去过那么好的茶馆，一壶茶几百块钱。这个朋友给我引荐一个人，是个女的，她单独跟我聊了一会儿，翻来覆去的跟我绕话，主要是想了解祝磊。她知道祝磊在写材料，想通过我呢知道材料的内容，最好能把材料弄出去送到她手里。她还知道我住单身宿舍，问我为什么不买房子。如果有经济困难，他可以帮我交首付。我第一次被别人直接行贿，我拒绝了。我的思想连斗争都没有斗争过，我认为他根本就是选错人了。我是警察，如果我干这种事，就对不起国家培养我当警察。祝磊不死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说，毕竟没有形成事实。祝磊突然自杀了，我想我有必要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，也许对领导判断这件事有帮助。告诉我，向你行贿的那个女的叫什么？张一清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1112枪击案的卷宗里有这个名字，被害人张海的姐姐，个体老板，开茶馆的，有点意思。那您看，找他。我们
们老板平时根本不来，只有每星期结账才来一次。那我能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这不太合适吧？我们老板还是单身呢。这和单身不单身没关系。我们是省公安厅的，找他了解情况。那我把电话号码给您，您自己和他联系吧。嗯。是公安厅的邵同志吧？可以进去了。当然，请换下鞋。要是在店里就好了，家里没有太好的茶。不用客气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说吧。星期六，也就是前天。在你的店里有一个朋友聚会，其中有一个朋友是在看守所工作的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当然。还记得你们谈话内容吗？我犯罪了吗？行贿未遂，也属于犯罪。你很坦白。你应该知道我跟祝磊的特殊关系。去年11月12日，他亲手打死了我弟弟。我父母去世很早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本来应该忘记的，可是我忘不了。我忘不了祝磊亲手杀了我弟弟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袁厅长，他们办事的效率还真快，各单位的人都通知好了，想今天就把祝磊材料打开。为了减少材料的周转过程，决定就在看守所进行。我马上就过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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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随时向您通报的。好。这就是我弟弟，他死的时候还不到28岁。祝磊他就是个疯子，他没有任何原因就开枪杀死了我弟弟。我恨他早一天被枪毙。我听说他在写什么材料，还说是重大机密。我看他就是为了想多活几天编出来的借口。我要毁了他的借口。我怕政府会上当，让他多活几天。所以，就做了你们知道的那件事。可是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在写材料的？听说，这不是什么秘密吧？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听说的。赵总，回来了。
张一清也挺奇怪的，不过基本上都能够自圆其说。这是讯问笔录。你会背阅案逻辑吗？什么？